各位，天不生伟人，中国万古如长夜呀。当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这个毛泽东力挽狂澜，避免了中国成为另一个大号的伊朗。这世道能看透底层逻辑的人太少了。70多年前的那段关键的时期，新生的中国呢，就像个大病初愈的汉子，家里边米缸见底儿，墙外还围着一群手里边拿着喷子的强盗。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家里人呢分成了两派，一派喊着要歇口气儿，先把补丁裤子缝好，吃顿饱饭；另一派，也就是那个从湖南走出来的当家人，他把烟头一掐，说不行，得勒紧裤腰带，先去铁匠铺打把刀。很多人至今都不理解，为什么当年非要在这个时候去抗美援朝？为什么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还要去搞那个费钱的原子弹？难道这就是仁政吗？其实呢，当年的舆论场呢，热闹多了。就是那个金庸先生，那个时候呢，还不是写武侠的一代宗师而是明报，香港第一大报明报的一支笔。他呢，就跟陈毅元帅隔空互怼。你现在再翻出来看就是理想主义和丛林法则的顶级的碰撞。陈毅说，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这话糙吗？确实是糙，透着一股子泥腿子的狠劲儿可是呢，你别忘了陈毅元帅他还是位诗人是吧？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这是陈毅的老总的这个把那个鬼神都吓得不敢去这个找陈毅元帅了。从陈毅元帅那就自此就脱险了是不是？金庸当时他听不下去，他在明报发难，说一个当局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那绝不是好当局。他呢还补了一刀，就说你造出1、2枚原子弹，裤子都没得穿，这个国家也不会强盛。这句话你要是站在书房里边读句句是理儿，充满了对黎民苍生的悲悯，甚至在当时这代表了很大的一部分国内知识分子的心声，说仗打完了，该让老百姓过日子了吧。问题是这个世界它是按照书房里的道理运转的吗？毛主席当年那个大人政和小人政的论断，不是说给秀才们听的，是说给历史听的。所谓的小人政是眼前的温饱，是当下的体面，而大人政是把你扔进狼窝里，你还必须能全虚全影的活下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美国人的刀子都递到哪儿了呀？3把尖刀，一把插在朝鲜，一把顶着你的脑门，一把抵着你的腰眼，一把插在越南，那是奔着你的脚脖子去的呀。如果不打这一仗，如果不搞2弹1星，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哪怕全都穿上了丝绸裤子，那也是人家案板上的肉。没有那朵蘑菇云，你在谈判桌上说话就像蚊子哼哼，没人会听你的。什么外交抗议，什么严正声明在绝对的武力代差面前，那就是一张废纸。参看今天的伊朗。有时候觉得挺讽刺的写了一辈子大侠的金庸先生，在那个当下却没看懂国家这个最大的侠客在干什么。他只能写小说，所以他成不了伟人。
原子弹这个东西它最大的作用不是炸出去，而是它静静的躺在发射架上，只有它躺在那儿，对手才会坐下来跟你讲绅士风度，才会跟你讲贸易规则。这道理很冷血，但是很管用。那个年代的决策者是在拿一代人的骨头去熬油啊，他们不知道老百姓苦吗？他们不知道搞原子弹烧钱吗？他们比谁都清楚，但他们更清楚，如果不把这根打狗棍造出来，这片土地上的后代可能连叫苦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重点要放在大人政上。为了这个长远的生存权，必须牺牲掉一部分当下的舒适度。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慈悲。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星球上，尊严从来都不是靠乞求来的，也不是靠血靠骂出来的，而是靠铁与火轰出来的。苏联的156项经济援助为什么能落地啊？那是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把美军打回了3八线，斯大林才真正的正眼看这个东方的盟友。后来的五常席位、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甚至是今天在撤侨时的那份底气，哪一样不是当年的那帮人饿着肚子拼下来的呀？如今现在回头看，可以轻飘飘地评价当年的苦难，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坐在了大树底下，但别忘了那种树的人当年可是顶着冰雹在挖坑啊。所谓的远见，往往呢在当时是看起来不近人情的，书生论政容易掉进妇人之仁的陷阱，盯着眼前的周太烫、伊太伯，而真正的家盯着的是几十年后的版图里有没有你说话的位置，这才是大家。当然了，历史已经翻篇了，是吧？金庸先生后来也去拜访了蒋经国，也回到了内地，那一页的争论早就已经翻篇了，成为了过往。但这个逻辑今天依然没变，有些苦总有人先吃，有些仗总得有人先打。至于当初是该先穿裤子还是先造核子呢？看看今天那些家里边有石油却没有核弹的中东国家，你看看他们的难民流离失所，看着他们的城市化为废墟，这个答案早就不言自明了吗？毕竟只有你手里握着剑，你才能心平气和的让人听你讲道理呀。大家说对吗？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